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大菊讲故事。我老公胡轸正值壮年，突然暴毙。公公婆婆问我老公怎么死的，我没好意思说。我火速为老公举办葬礼，大操大办，希望他早日入土为安。公公婆婆却怀疑我谋杀亲夫，一怒之下报了警。哎，真是好心当成驴肝肺。我不告诉他们，还不是怕他们一大把年纪，丢不起这人。接到警局电话时，我正躺在高端会所的软床上做养生 SPA， 花10万块办的卡就是不一样，一套按摩下来，全身的疲惫一扫而空。女人嘛，必须对自己好点。中途被打断，其实我是不爽的，但一听说胡轸死了，我就忍不住乐开花，甚至巴不得警察再多说几遍，把这辈子不开心的事都想了一遍，我才勉强没让自己在电话里笑出声。挂掉电话，我一声喟叹，真舒服，继续闭眼享受。4个小时之后，我不慌不忙抵达警局。警察把我带到审讯室外，指着里面的杜恒，略带尴尬地告诉我老公胡轸浑身赤裸地死在他床上，现场还有一盒只剩2粒的伟哥和一堆不可描述的器具。尸检报告显示，死因是兴奋过度引起的心肌梗死。没想到平时连我和前同事聚餐都要教育我半天的胡轸，背着我玩这么花。可惜这次玩大了，直接极乐升天，真是可喜可贺。我听完，表面伤心欲绝，实则内心狂喜。这也太考验演技了。不过幸好，在胡轸一家子戏精的调教下，我的演技早已炉火纯青。办案人员看了看假装伤心的我，又扫了一眼审讯室里鬼哭狼嚎的杜恒，看回我的眼神夹杂同情。办案人员跟我说要了解一些基本情况，让我配合调查。我头点得像捣蒜，警察同志放心，我一定好好配合。作为一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，最基本的操守就是不给办案人员添麻烦。我进去的时候，杜恒还在脸红脖子粗的跟另一个办案人员理论，似乎已经吵了很久。他嘴唇干裂，脸上挂着泪痕，头发像鸡窝一样顶在头上，全然没了前阵子跟我见面时的飞扬跋扈。他一看见我就想上来抓我的手，但立马被旁边的警员制止。办案人员冷着脸对他说：“杜恒，胡轸死亡的时候只有你在现场，现在还不能排除你的嫌疑，请你安分一点，配合调查。”他却不管不顾，眼巴巴地看着我：“陈燕姐，求求你帮帮我，我不知道胡轸有心脏病啊，你跟他们说说，我是无辜的。”办案人员嘴角一抽，不耐烦地喝止：“没让你说话就不要说，再干扰办案，别怪我们不客气。”他这才不情不愿地坐回去。办案人员问了一些相关问题，做了笔录。期间，杜恒一个劲地喊冤枉，又说不出个所以然，好几次打断办案人员问话，导致审讯很不顺利。办案人员已经多次警告，但都被他无视。我看着他疯疯癫癫的样子，暗自在心底冷笑。末了，办案人员问我还有没有什么要说的。我一脸悲戚：“警察同志，一定帮我好好查查这个杜恒。我老公3天2头往他那跑，他怎么可能不知道我老公有心脏病？”杜恒看我的眼神立马变得凶狠，变脸挺快，刚刚还求我帮他来着。我无视杜恒恨不得杀了我的眼神，继续提供线索。我老公比他大10几岁，都快能当他爸了。说不定就是他嫌我老公满足不了他，逼我老公吃药，把我老公害死的。虽然我知道最后他大概率无责，但是作为死者家属，我合理怀疑一下，
也不犯法呀。话还没说完，被杜恒尖利的叫声打断。他指着我破口大骂：“陈燕，你个贱人！你陷害我！凭什么说是我逼他？你和他是夫妻，就不能是你逼他？呵呵，现在知道我和他是夫妻了。前阵子还趾高气扬地跟我说，自己和胡轸才是真爱，让我赶紧把位子让给他。我都懒得分他半个眼神，直接对办案人员说，我老公说最近有个大项目，特别忙，不是通宵加班，就是异地出差，我都1个月没见过他，想逼也逼不了呀。你们去查查小区监控就知道了。我委屈的都快哭了。办案人员同情我的神色更加明显。我继续添油加醋，我老公死在他床上，他还这么嚣张，你们要保护我呀，嘤嘤嘤。他见我抢了他的茶言茶语，像疯狗一样朝我冲来，又被一旁的警察拦住。他顿时狗急跳墙，认为办案人员偏袒我，竟然开始辱骂、殴打警察。呵，在胡轸面前闹惯了，把警局当成了他和胡轸的爱巢。我被他无知无畏的勇气折服，装出一副受惊的样子，在一旁看笑话。毫不意外，他喜提精美白金手镯一副，赢得拘留所10日游，还被罚款500，留下违法记录。我起身向警察们表示感谢，心满意足地离开警局。老公死在小三床上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？当然是大操大办。我火速列出葬礼人员名单，从胡轸的小学同学到同事领导，从街坊邻居到亲朋好友，尤其是他老家村里的几个长舌大妈，一个都没放过，全部通知到位。接着，我给正在泰国旅游的胡轸爸妈打去电话，电话响了好一会才接通。陈燕啊，我和你爸正在兴头上呢，有什么事一会再说，先挂了。胡轸妈的语气透着不耐烦，明显对我打断他们游玩十分不满。我直接吼出一嗓子：“妈，胡轸死了！”电话那头先是一静，接着胡轸爸妈的声音同时响起：“你说什么？”我幸灾乐祸道：“今天警局的人通知我的，你们赶紧回来吧。”胡轸妈已经开始鬼哭狼嚎。我不由得想起派出所里的杜恒，嚎的节奏都一样，跟亲母女似的。胡轸爸颤声问我，胡轸是怎么死的？我故意支支吾吾，那个，爸，电话里不方便说，你们先回来，回来再告诉你们。他还想问，我直接打断，这几天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，人也特别累，我已经告诉导游要改签机票，他会帮你们安排好，先不跟你们说了。说完我直接掐断电话，他们再打过来，我也不接。我查了机票，现在是旅游旺季，最快的机票也要2天之后，时间够了。第2天，胡轸就被送进火葬场，烧成一堆灰。第3天的葬礼上，我正忙着张罗客人，胡轸爸妈带着胡轸亲弟亲妹，气势汹汹地冲进来，后面还跟着2名警察。哎呦，都到齐了，一场大戏马上开场。胡轸妈刚走到我跟前，就大声质问我：“陈燕，胡轸到底怎么死的？你这么快就给他办葬礼，是不是心里有鬼？”我故意压低声音：“妈，你小点声，我这不是为了让他早日入土为安吗？现在不方便，一会再跟你们说。”胡轸妈更激动了，唾沫星子溅出1米远。我问你胡轸是怎么死的？你推3阻4是什么意思？你个毒妇，肯定是你害死我儿子。告诉你，我已经报警了。2名警察走上前，亮出证件：“陈女士，胡轸的母亲报警说你谋杀亲夫，麻烦跟我们走一趟。”我看了看2名警察，不慌不忙：“没问题，
警察同志，请稍等一下。我转身看向胡诊妈，故作为难：妈，你真要我现在说？有警察撑腰，胡诊妈更嚣张，对我吹胡子瞪眼，有什么不能说的？我看你就是做贼心虚。我只好叹口气，满足他的要求。胡诊吃壮阳药过量，突发心肌梗塞，死在小三床上。我声音洪亮，咬字清晰，毕竟要保证在场的每一位都能听清楚。此言一出，全场一片哗然，连见多识广的警察脸上也差点绷不住。胡诊妈的表情从嚣张变成错愕，身体摇摇欲坠，一旁的胡诊弟妹连忙扶住她。她颤着鸡爪一样的手指着我：你放屁！我儿子怎么可能干出这种事？一旁的胡诊弟妹也帮腔：就是我哥不是这种人。你胡说八道！在场的宾客开始议论纷纷。我冷笑一声，淡定地从包里翻出几张纸，递给2名警察：警察同志，这是前几天警局给我的回执，上面写得很清楚。警察接过回执看了看，又递给他们一家，证明我所言不虚。4个人脸上的表情顿时像吃了屎一样难看。见我气定神闲，胡诊妈又开始上蹿下跳：你也没干什么好事，你背着我儿子出轨，都被人拍下来了。说完掏出手机，翻出一张我和一个男人在餐厅吃饭的照片。我是正脸，男人只有背影，但明显不是胡诊。我接过来一看，表情一言难尽：妈，你是不是老糊涂了？这不是小叔子吗？胡诊弟闻言，接过手机一看，确实是他自己。胡诊妈还不死心，滴溜着眼睛问我：你没事跟他吃什么饭？是不是没安好心？连一向吊儿郎当的胡诊弟都看不下去，拉了拉他妈的袖子：妈，你少说点。这次去泰国旅游是嫂子出的钱，她跟我吃饭就是说这个事。我立刻痛心疾首：妈，我万事替你们胡家考虑，自己花大价钱让你们去国外玩，你还这么怀疑我，我真的好心寒啊。说完，我挤出2滴眼泪。其实也没花几个钱，这不是为了把那2个老东西支走吗？再说，跟胡诊留给我的钱比起来，这不算什么。在场宾客面面相觑，开始说他们一家的不是。眼看气氛差不多了，我擦擦眼泪，走向2名警察：警察同志，不好意思，让你们看笑话了。我老公的尸检报告都出了，我也去做过笔录，我还需要去警局吗？警察同情地看着我，说不用，接着就转身准备离开。我连忙叫住警察：等等，警察同志。2名警察回过头，不解地看着我。老太婆一家也齐刷刷地看向我。我看着他们一家4口，淡定地开口：是谁报的警？没有证据就报警抓我，属于报假警，要被拘留的吧？2名警察愣住，没想到我这么懂。胡诊妈心虚地避开视线，胡诊弟妹则一脸紧张地看着我。胡诊爸连忙走过来打圆场：哎呀，误会，都是误会，警察同志，我老伴年纪大，老糊涂，您看能不能别追究了？警察看了看我，想听听我的意思。我看着旁边心虚的快撅过去的胡诊妈，悠悠道：哎，算了，刚死了儿子，妈也不容易，这次就算了。倒不是我大发慈悲，主要是不着急，好戏还在后头。说完，我送2位警察出门。在场的宾客都是人精，很快就明白怎么回事，都在交头接耳，估计早就把胡诊的丑事在各个微信群传遍了，搞不好还能上新闻。这么一闹，胡诊的丑事算是人尽皆知。
胡枕爸妈的老脸没地方搁，一家子灰头土脸地缩进角落。活该！看他妈以后还有什么脸提起他那宝贝儿子。我用眼神示意司仪葬礼继续进行，很快现场又恢复秩序。胡枕是他们村的第一个大学生，用他妈的话说，是山沟沟里飞出来的凤凰。自从他大学毕业，找了份过得去的工作，他妈见人就炫耀他的好大儿。但只有我知道，所谓的凤凰不过是只可笑的山鸡。现在就算这只山鸡死了，我也要把它拖出来鞭尸。叮，手机短信提醒，银行卡进账1000万，是胡枕的保险赔偿金到账了。我立刻跑去商场买，顺便给自己换了台新车，每天就是吃喝玩乐。俗话说，男人有3大喜事：升官发财死老婆。原来死老公也这么爽。早知如此，胡枕他妹找上门的时候，我正在家里吃私厨上门做的帝王蟹。他们一家子从来都是无事不登3宝殿，这次当然也不例外。他看着桌上帝王蟹的残渣和沙发上新买的爱马仕包包，恨不得当场急出红眼病。他假模假样的寒暄2句，就迫不及待开口：“嫂子，我知道我哥那份大额保险理赔了。”我就知道被惦记上了，也不跟他客气：“你哥死了，之前的婚姻关系自动解除，你以后也别叫我嫂子，万一我还要嫁人呢，让人误会不好。”他听我这么一说，立马变了脸色，原形毕露：“上次要不是我让你买保险，你也拿不到那一大笔钱，你不应该分我一点吗？”不愧是胡枕亲妹，全家都一个德行，主打的就是厚颜无耻。我微微一笑：“那是你要我帮你完成业绩，求我买的呀。再说你也拿了不少提成，知足吧。”他气急败坏：“你就不怕我告诉爸妈？”我笑得更大声：“哎呀，别说你爸妈，你就算告诉天王老子，也休想拿走1分钱。我还约了人做头发，没别的事就不送了。”我示意他赶紧滚。他顿时气得满脸通红，咬牙切齿地说：“你给我等着！”说完他摔门而去。等着就等着，我还怕你那一家子文盲？我立马给物业打去电话，告诉他们，以后我家的访客一律要先请示我，才允许进来。刚挂完电话，胡枕妈的电话来了。一接通，胡枕妈愤怒的叫骂声传来：“陈燕，你个杀千刀的，你竟然背着我们给胡枕买保险！”我呵呵一笑，反问：“我花自己钱，想干啥干啥，还要通知你？你算老几？”隔着手机，我都能察觉到他已经暴跳如雷。也是，自从他儿子和我结婚之后，把他接来城里住，他就觉得自己成了皇太后，整天对我指手画脚。为了所谓的家庭和睦，我还从来没这么呛过他。但现在不一样了，我继续火上浇油，一把老骨头，悠着点吧，一不小心把自己蹦没了，我可不管，还想骑我头上作威作福。没门！不等他继续污言秽语，我直接掐断电话，把他们全家拉黑。整个世界一下子就清静了。第2天一大早，我被门铃声叫醒。我刚准备骂物业怎么没请示我就放人进来，一开门发现门口站着2名警察，其中1名警察亮出证件：“有人控告你杀夫骗保，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。”用脚趾想都知道是谁报的警，但那又如何？我又没杀人，走10趟也不带怕的。我爽快应道：“没问题，警察同志，等我换件衣服，再带点资料。”到了警局，一眼就看到老太婆一家4口，凶神恶煞地坐在一起。胡枕妈摩拳擦掌，
活像要给紫薇扎针的容嬷嬷。胡枕爸油腻猥琐，像是10天没洗澡。胡枕弟依旧吊儿郎当，活像个地痞流氓。胡枕妹跟他妈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我突然感到一阵恶心，恨自己当初怎么就瞎了眼，能容忍这帮牛鬼蛇神在我跟前蹦跶。胡枕妈一看到我就扑上来，嘴里骂着：“陈燕，你个贱人，你害死我儿子，我跟你拼了！”我连忙躲到警察身后：“你儿子能力不行，死在小三床上，关我什么事？我还没追究他出轨呢。”胡枕妈脸涨得通红，气得跳脚：“你背着我们给他买大额保险，你是唯一受益人，没多久他就死了，天底下哪有这要巧的事？肯定是你心存怨恨，杀夫骗保。你个毒妇，你不得好死！”我翻了个白眼，心存怨恨倒是不假，哪个女人知道自己老公出轨不怨恨的？上次你老公跟小区里的吴大妈被抓奸，你不也气得直跳脚？老太婆见我爆出她家的丑事，气得眼睛都快冒烟。我扫了一眼旁边莲子的像猪肝的胡枕爸，学着胡枕妈阴阳怪异的样子，说：“哎呀，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，你们家是不是有乱搞基因啊？”此话一出，他们一家子都想冲过来打我。我扯着嗓子开始吼：“哎呀，打人了！在警局也敢打人，还有没有王法了？警察同志，快救救我！”办案人员看不下去，对他们严肃道：“好了，打人是违法的，不想被拘留就都给我坐好。”说完又转头看向我：“你跟我过来。”我被带进小房间里，办案人员神情严肃：“你婆婆说你背着他们突然给胡枕购买大额保险，没多久他就死了，你拿了一大笔保险金，是预谋杀夫骗保，你怎么解释？”我连忙叫屈：“冤枉啊！警察同志，胡枕的保险不是我要买的，都是因为胡枕他妹初中没毕业，找不到工作。后来好不容易找了个卖保险的工作，又没业绩，求了我3天，我被他烦得不行，才买的。”我掏出手机递过去，这是他当初求我的聊天记录，还有前几天他去我家找我要钱的录音，这都可以证明不是我主动买的，总不能是他想弄死他哥才让我买的保险吧？我又从包里掏出保险合同，这是当时的保险合同，都是按正规流程来的，我没说半句假话。办案人员接过去，一边翻看一边做记录。我声泪俱下：“警察同志，实不相瞒，自从我嫁给胡枕，就一直在扶贫，经常不是要帮他妹，就是要帮他弟，花的都是我自己的钱，就这个买保险的钱也不例外。到头来还要被他们全家怀疑，我真是比窦娥还冤呐！”办案人员看了一会，又问道：“这个保险合同上怎么只写你一个人受益人？”我理直气壮：“这合同保死不保生，当时根本没指望能拿钱呀。再说花的都是我的钱，他们一分没出，当然只写我名字了。”2名办案人员对视一眼，继续问：“最后一个问题，你为什么这么快就把胡枕火化了？”这个问题问得好，我立马红了眼眶，因为他背叛我。他之前承诺婚后一定会对我好，结果没几年就出轨，还死在小三床上，让我丢尽脸。我的人生都被他毁了，巴不得早点把他烧成灰。说完，我抹了抹不存在的眼泪，掏出一叠纸，话锋一转：“但是我是遵纪守法的好公民，尸检结果出了之后，我才拉去烧的。火化流程完全合法合规，资料都在这里，你们随便看。”办案人员虽然惊异于我的突然转变，但也没什么话好说。他接过资料仔细查看，又递回给我：“那没什么问题了，
你在这里等一下。好嘞，我就说嘛，天王老子来了，我也是无辜的。小房间的门刚被打开一条缝，胡枕妈像条老泥鳅一样挤进来。她伸出鸡爪指着我，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。警察同志，现在能把这个陈燕抓起来了吧？办案人员不理解他哪里来的自信，表情一言难尽。经查证，陈燕买保险是你女儿求她的，不是她主动的。聊天记录和录音我们都检查过了，陈燕预谋杀夫不成立，这是报案回执，你们可以走了。胡枕妈顿时像活见鬼，什么？你们查清楚了吗？明明他就是杀夫骗保。他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开始撒泼打滚。哎呀，肯定是你们没仔细查，欺负我一把老骨头啊！我儿子死不瞑目啊！他家其余3人听到喊声，也围过来坐在地上嚎。我看着地上鬼叫的一家人，像在看4只没进化完全的猴子。不对，猴子都没这么吵。眼看警察局变成动物园，办案人员忍无可忍，你们这是寻衅滋事，再不停止，全部拘留。一听说要拘留，老太婆立马闭了嘴，其他3人也瞬间安静如鸡。啊，还挺识相。一家人开始收拾东西，准备离开。临走时，老太婆还不忘威胁我：陈燕，你个毒妇，你给我等着！等什么呀？我看也别等了，就趁现在。我转头对办案人员说：警察同志，我也要报警。老太婆一家听闻，齐刷刷回头看我。我不慌不忙，他们明知我不是主动给胡枕买保险的，还诬陷我杀夫骗保。我作为遵纪守法的好公民，权益受到侵害，我要求对他们进行拘留。胡枕爸和胡枕弟一听说要拘留，立马佯装有事，转头往外走，生怕把自己搭进去。胡枕妈看着爷俩越来越远的背影，知道指望不上。她转头低声问她女儿：你不是说是陈燕没有证据吗？怎么回事？胡枕他妹委屈巴拉：聊天记录我都删了呀，我哪知道他那里还有。他还背着我录音。哈，他以为删了聊天记录就连着我这边的也删了。真不愧是初中没毕业的文盲，连他妈听了都气得想揍他。胡枕妈的脸一阵红一阵白，眼睛一转，又想糊弄过去：警察同志，是我没搞清楚情况，年纪大了老糊涂，您看能不能不别追究了？警察指了指我：追不追究不是我们说了算，你跟陈女士协商。我满脸都写着拒绝，年纪大了就不用负责。那还要法律干什么？胡枕妈伸出鸡爪指着我：你别欺人太甚。我翻了个白眼：是我欺人太甚，还是你血口喷人？你以为警局是你家开的？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。眼看我是来真的，胡枕妈一把拉过她女儿，挡在自己面前：是她报的警，要抓也是抓她，我不管了。说完扭头就走，任胡枕他妹急得直叫唤，愣是没回头。这波操作我属实没想到，警察也没想到，和我大眼瞪小眼。但结合那一家子的奇葩行为，只能说情理之外，意料之中。把胡枕他妹成功送进拘留所，我再次向警察同志道谢，满意的离开警局。作妖小姑子进了局子，那还不得去庆祝一下？当天晚上，我就约上闺蜜去了本市最高的旋转餐厅。婚前，我和闺蜜只要心情不好或者有喜庆的事情，就会来这里小聚。但自从婚后，胡枕就找各种理由限制我消费，连我花自己的钱也不行。一旦发现我花了他认为不该花的钱，就对我冷暴力。为了避免家庭矛盾，
我婚后再没来过这里。不过我每次倒贴他家，给他们一大家子买各种昂贵礼物，他倒是开心得很。不愧是个自私到极点的男人。其实早在婚前，闺蜜就跟我说胡轸靠不住，多次劝我分手。但我那时沉迷于他伪装出来的温柔体贴和虚情假意的甜言蜜语，根本听不进去。直到我步入他精心设下的陷阱，深陷泥潭。闺蜜得知我终于摆脱渣男，还拿到渣男的保险金，高兴得手舞足蹈，非要我请他来一瓶82年的拉菲。我大手一挥，帅气的小哥哥已经帮我们把拉菲倒好。一时间酒香四溢，我们不约而同地举起酒杯 ，Cheers。晚上和闺蜜道别之后，我便打车回家。刚到小区楼下，候在一旁的胡轸爸妈突然窜出来，吓我一跳。更让我意想不到的是，杜恒也在，还和胡轸妈手牵着手，看上去十分亲密。怎么，胡轸妈终于找到失散多年的亲生女儿了？胡轸妈拉着杜恒的手，走过来对我说：“陈燕，这房子是我儿子的，我们现在没地方住，准备搬过来。”我这才发现，他们身后不远处还放着一堆行李。好家伙，胡轸一死，没人给他们付房租，被房东赶出来了。我故意指着杜恒：“你们想住，我还可以理解，他是怎么回事？”胡轸妈一脸骄傲：“杜恒他怀了胡轸的孩子，胡轸的房子他当然也能住。”说完，还不忘夹枪带棒地挖苦我，不像有些人是个不会下蛋的鸡，这么多年硬是没给老胡家生个一儿半女。在我们农村啊，这种媳妇早就被赶出家门了。胡轸这孩子啊，就是太善良。我懒得听他狗叫，只听到关键信息：杜恒怀孕了。这倒是稀奇。福至心灵，我突然有个大胆的想法。我语气平静：“你儿子已经死了，这房子现在归我，我不让你住，你就不能住。”我又加上一句：“我马上要出去旅游1个月，你们都给我滚远点。”说完，我直接无视他们，走到小区门口嘱咐保安：“我是2509的唯一业主，后面这几个人是来找茬的，别放他们进来。”保安立马心领神会。身后响起胡轸妈熟悉的叫骂声。我不但不生气，反而巴不得他再蹦高一点，最好急火攻心，当场去世。我给自己报了豪华旅行团，用1个月的时间去了之前一直想去的地方旅行，格外满足。旅行结束，回家之后，我的钥匙突然打不开大门锁。我仔细看了看门锁，才发现被换了，明显不是之前的。但我丝毫不慌，直接拿出手机报警。里面的人听到动静，来开了门。杜恒穿着家居服站在门口，俨然已经成了我家的主人。我拖着行李箱进门，一眼就看到胡轸爸妈坐在沙发上看电视，听见我回来，也丝毫没有要起身的意思。我来到主卧，毫不意外地发现主卧已经被人占领。我深呼一口气，放下行李箱，回到客厅，走到杜恒面前质问道：“杜恒，你还有脸住到我家？”杜恒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模样：“我怀了胡轸的孩子，怎么就不能住他的房子？”我冷笑一声：“胡轸的孩子，你骗别人就算了，别把自己都给骗了。”我故意面朝胡轸妈：“胡轸没有生育能力，你从哪怀他的孩子？”此话一出，杜恒明显一愣。胡轸妈坐不住了，站起身朝我冲过来。她叉腰指着我：“你胡说什么？明明是你没有生育能力，还污蔑我儿子，你还要不要脸？”我微微一笑，从包里翻出2张检查单。这是我和胡轸的检查单，我有生育能力，
有问题的是胡诊，上面白纸黑字写着呢，你们自己看。我和胡诊婚后一直没有孩子，所以一起去医院检查。那天是我去拿的检查结果，当时我也挺惊讶，但我没告诉胡诊，因为之前他一直安慰我，没有孩子也没关系，他会一直和我相伴到老。他还故作心疼地搂着我说，生孩子辛苦，养孩子更辛苦，我舍不得你受罪，也不想孩子影响我们过二人世界，没有正好。我瞬间被他逗笑。那时我非常感动，觉得反正没有孩子，也不影响我们的感情，那到底是谁不能生育，就根本不重要。为了帮他维护那可笑的男人自尊，我没有反驳其他人对我的重伤。我一直替他背黑锅，顶着来自各方的压力。但现在仔细想想，他一开始就默认没有生育能力的人是我，才会安慰我，才会向我承诺。我咬牙帮他维护男人可笑的自尊，他却把我按在地上摩擦，嘴上说着没关系，转头就和杜恒搞在一起。杜恒可是心心念念赶紧怀上胡诊的种，好顶替我。看到我手中的检查单，杜恒刚刚还乖张无比的眼神开始躲闪。胡诊妈一把扯过检查单，递给胡诊爸，老头子，快看看。胡诊爸戴着老花眼镜仔细查看，不一会，尴尬地说，这上面说胡诊是弱精。老太婆顿时把矛头指向杜恒，抡圆胳膊上去就是一耳光，骂道，你怀的是谁的野种？居然敢骗我！杜恒被打懵了，一只手捂着被打得通红的脸，嘴上却不松口，弱精也不一定不能生育，这孩子就是胡诊的。他以为胡诊已经烧成灰，死无对证，只要他一直坚持，就拿他没办法。我哪能让他得逞？我笑着反问他，那你敢不敢去做亲子鉴定？胡诊虽然火化了，但做过尸检，法医有留档的。杜恒闻言脸色瞬间煞白，默不吭声。胡诊妈哪里还看不明白，她眼睛都快喷火，一把薅住杜恒的头发，把杜恒疼得吱哇乱叫。我看热闹不嫌事大，在旁边拱火，哟，这是不敢呢。胡诊要是知道自己被绿了，还不得死不瞑目。胡诊妈一听，顿时加大力度。杜恒被老太婆折磨得受不了，心一横，豁出去，孩子是胡诊弟的，我可以去做亲子鉴定。这下轮到我和胡诊爸妈说不出话了。好家伙，贵圈真乱！没想到杜恒为了早日怀孕把我挤走，这么拼。眼看哥哥不中用，就把主意打到更年轻的弟弟身上，我都想夸他一句头脑灵活。胡诊妈还想打杜恒，但又想到孩子是胡诊弟的，那就还是老胡家的，犹豫着松开手，但又怕再次上当。他恶狠狠地对杜恒说，你明天就跟我去做亲子鉴定，再让我发现你撒谎，小心我撕烂你的嘴。杜恒赶紧趁机逃离魔爪，躲到一边。正在这时，警察上门了。一名警察亮出证件，走过来问道，是谁报的警？我走上前，指着屋里，是我，警察同志，我要控告他们3个私闯民宅。胡诊爸妈和杜恒闻言僵在原地。胡诊妈眼珠子一转，先发制人，警察同志，这是我儿子的房子，我住在这里是天经地义。我冷冷一笑，你怎么不跟警察说你是撬锁进来的？你儿子死了，你不经过我同意强行住进来，就是违法。警察闻言转头问胡诊妈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胡诊妈支支吾吾，说不出话。警察正色道，阿婆，就算是你儿子的房子，也要经过你媳妇同意才能住进来，你这样是私闯民宅。
胡诊妈还在狡辩：“哎呀，我儿子死了之后，我没地方住，我才来这里的。你总不能让我一个老太婆流落街头吧？”我在一旁好心提醒她：“阿婆，你还有个儿子呢，他也有房子，你怎么会流落街头呢？你可以去找他呀。”他却没好气地低声道：“你给我闭嘴！”警察很快明白怎么回事，他一脸严肃地对胡诊爸妈说：“私闯民宅是违法的，麻烦你们跟我走一趟。”胡诊妈闻言一动不动，不知道又在盘算什么。我突然发现杜恒一直没出声，一回头，他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悄悄挪到门口，看这架势，是想趁乱溜走啊。胡诊妈也发现了，她一把拉过杜恒，对警察说：“警察同志，都是他。他打电话叫的撬锁师傅。我本来不想来，是他非要拉着我和老头子一起，你们把他抓起来吧。”说着就把杜恒推给警察，自己拉着胡诊爸一溜烟跑进楼道里，动作之快，就像事先排练好的一样。这场面让人莫名熟悉，不禁让我想起他上次在派出所把自己女儿推出去的骚操作。老太婆这拉人挡枪的技术，她排第二，没人敢排第一。一个警察跟着追出去，却硬是没看到那两人的踪影，只能作罢。于是警察带走欲哭无泪的杜恒。恭喜杜恒二进宫，他再次荣获精美连体手镯以及包吃包住免费游。那三个乌烟瘴气的人一走，世界重新安静。我看着乱糟糟的房子，打电话叫来保洁阿姨。我早就打算把房子卖了，一来住在这里难免让我想起胡诊那个晦气东西，二来老太婆那家人都是无赖，继续住在这里难免被他们骚扰。1个月前我就已经把东西搬得七七八八，剩下的都是些不值钱的家电。胡诊一死，老太婆一家没了依仗，立刻就把主意打到这套房子上。胡诊爸妈带着杜恒来找我的那天晚上，我故意让他们知道我马上要出去旅游，暗示这段时间家里没人。我得知杜恒怀孕，也故意没有当场拆穿她肚子里的孩子不是胡诊的。这3个法制咖果然没让我失望，直接撬锁搬了进来，于是就有了上面那场闹剧。只可惜还是让胡诊爸妈溜了。但是没关系，我为他们准备的大礼又何止这一份。我站在门口，指挥保洁阿姨把胡诊爸妈和杜恒的东西打包。一抬头，看见胡诊爸妈鬼鬼祟祟从楼上的楼道下来。呵呵，原来他俩根本没离开小区，一直躲在楼道里。胡诊妈想进门，被我拦住。她气急败坏：“陈燕，这是我儿子的房子，我现在没地方住，要借住一段时间。”我嗤笑一声：“这房子在我名下，我是唯一业主，我不让你住，你就没资格住。”胡诊妈激动得上蹿下跳：“你胡说！这房子怎么可能在你名下？胡诊明明说这房子是他买的，是你逼他放在你名下的，对不对？你好狠啊！”我呵呵一笑，比起你儿子的狠，我还是甘拜下风。说完，我也懒得跟他废话，直接打电话给物业经理，还特意嘱咐他带上几个帮手。2分钟之后，物业经理带着5个彪形大汉上来。胡诊妈看到物业经理，跑到他面前搬弄是非：“经理，我们一大把年纪死了儿子，还被儿媳霸占房产，他不让我们住，你可要帮帮我们老2口。”物业经理从我买房起就在这里上班，平时经常打交道，怎么可能不知道我是业主？他看了看我，转头对胡诊妈说：“陈小姐是业主，能不能住要她说了算，既然她不同意，那你们必须马上搬走。”胡诊妈见物业这态度，
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开始哭天抢地。哎呀，胡轸啊，你看你找的什么媳妇啊？你才刚死，他就骑到我头上作威作福，连门都不让我进，我以后可怎么活啊？在场物业人员顿时一头黑线。我看着胡搅蛮缠的胡轸妈，淡定地掏出手机：老太婆，你再不起来，我立马报警。你是想进局子和你的好儿媳杜恒团聚是吧？老太婆一听，立马怂了，也不嚎了，也不闹了。她尴尬地看了看一旁跟个木头桩子似的胡轸爸，朝他吼：老头子，你愣着干嘛？还不快来拉我一把！胡轸爸这才走过来，将他扶起。我转头对物业经理说：帮我把他们都赶出去。我无视胡轸妈怨恨的眼神，又补充道：另外，通知所有安保人员，把这2人拉进黑名单，以后禁止他们进入小区。物业经理连忙点头答应。5个彪形大汉神色不善地盯着胡轸爸妈，示意他们可以走了。胡轸爸妈不甘心地瞪我一眼，转身准备下楼。等一下，我又叫住他们。胡轸妈以为我改变主意，眼睛都亮了。我指着门口的一堆东西：这是你们留在我房子里的破烂，我都打包了，自己带走，否则我直接扔垃圾桶。胡轸妈眼角一抽：你别做得太绝，你给我等着，我一定会把我儿子的房子要回来。我忍不住哈哈一笑：老太婆，房子你是要不回去了，烧个纸糊的给你儿子倒是可以。我还继续补刀：记得烧个大点的，不然以后你们那一大家子人可能住不下。老太婆气得想冲过来打我，被物业拦住。我满意地关上大门。我闲得无聊，躺在沙发上刷手机，突然看到朋友圈里杜恒晒出他和胡轸弟的结婚证和登记照，配文：余生请多指教。我忍不住笑出声，杜恒找男人还真是不挑，前有能当他爹的胡轸，后有游手好闲的胡轸弟。胡轸弟比胡轸小10几岁，和杜恒年纪差不多，是胡轸爸妈40多岁才生的，从小就是家里的霸王，偷鸡摸狗都没人管。就他那暴脾气，杜恒想不被指教都难。我反手就是一个赞，截图保存。不久之后，一个晴朗的午后，我收到法院起诉状，胡轸爸妈把我告上法庭，要求分割遗产，尤其是房产。呵，我还没去找他麻烦，他倒是自己送上门来。那就新账旧账一起算。我立马提交反诉状，把胡轸爸妈连带胡轸弟告上法庭。一诉胡轸私自转移夫妻共同财产，要求返还；二诉胡轸婚内出轨，要求对我进行赔偿。开庭当天，老太婆一家4口和律师坐在原告席上，胡轸妈坐在律师旁边，一脸得意。法官刚落座，胡轸妈就开始嚎：哎呀，青天大老爷啊，您可要帮我好好治治这个毒妇。他趁我儿子死了，霸占他的房产，门都不让我进，一定要把他判个10年8年的，告慰我儿子在天之灵。话音刚落，法官一脸黑线：安静，这里是法庭，不是朝廷。原告代理人，麻烦让你的委托人遵守法庭秩序。对方律师满脸尴尬，小声示意胡轸妈不要说话。胡轸妈鼻孔朝天：怎么，几百万的官司，话都不让我说？对方律师深吸一口气，凑到胡轸妈耳边嘀咕了好一会，他才不情不愿地闭嘴。对方律师肉眼可见地松了口气。我真同情他，摊上这么个委托人。咚！法官敲响法锤，庭审开始。对方律师开始发言，噼里啪啦说了一大堆，
意思就是基于我和胡轸的婚姻关系，我目前住的房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，要参与财产分割。他刚发言完毕，我方律师展开攻势，请原告提供房产是夫妻共同财产的证据。胡轸妈连忙抢答：房产正在陈燕手里，她不给我看。法官眉头一皱，都没见过就敢主张共同财产。对方律师满脸尴尬：想看是吧？如你所愿。我方律师拿出红彤彤金灿灿的房产证，上面白纸黑字写着我一个人的名字。我方律师掷地有声：原告主张不成立。该房产是陈燕女士的父母在她婚前全款购买，登记在她名下，属于她的个人财产，被告无权分割。胡轸妈坐不住了，也不管什么法庭秩序，开始咆哮：怎么可能？我儿子说房子是他和你一起买的。我冷哼一声：胡轸那张破嘴，撒的谎还少吗？面对胡轸妈的质疑，我方律师没有一句废话，直接掏出一叠文件，购房合同、购房发票、交易记录都在这里。对面一片沉默，沉默是今晚的康桥。胡轸妈两眼一抹黑，对面律师哑口无言。胡轸妈面色铁青：我儿子是高管，年薪100万，每年还有公司分红，怎么可能连个房子都买不起？我翻了个白眼：他年薪100万也就这几年的事，我的房子可是早就买了。胡轸妈气得大骂：那我儿子的钱都去哪了？肯定是被你这个毒妇藏起来了。我瞪大双眼，故作惊讶：是啊，我也纳闷，钱都去哪了？一查才知道，都被他转给你和你小儿子买房了。我朝律师使了个眼色，他立刻会意。胡轸在婚姻存续期间多次私自转移夫妻共同财产。2011年9月，胡轸分3次向其母转账200万，用于购买位于某县城的别墅一栋。呵，就是胡轸妈整天在村里人面前炫耀的那栋别墅。这下好了，别墅变别野。2013年12月，胡轸分2次向其弟转账150万，用于支付其弟名下一套房产的首付。之后，胡轸还每月帮其弟还贷款。以上财产均属于夫妻共同财产，我方有权要求追回。因胡轸存在私自转移夫妻共同财产行为，我方有权要求多分财产。另外，胡轸婚内出轨是过错方，我方有权要求多分剩余共同财产，并要求赔偿损失。我方律师实战经验丰富，一顿输出猛如虎。综上所述，原告共需返还被告295万。听到这话，胡轸妈人都快气疯了，蹦起来大闹法庭。旁边的胡轸爸和他弟也开始起哄。不过法官也不是吃素的，立马叫来法警。老太婆一家这才消停。他气得干瞪眼，拿我没办法，就朝他律师发火，花了几万块请你来打官司，不光没捞到钱，还要倒赔。你干什么吃的？我再次深深同情他的律师。庭审结束，我方完胜。临走前，胡轸妈对我咬牙切齿：陈燕，你个毒妇，你够狠，你会遭报应的。我鄙夷地看她一眼：老太婆，你还是多操心操心自己的报应吧。老太婆家还有大雷没报呢，嚣张什么？我头也不回地走出法庭，那叫一个神清气爽。胡轸琼还好面子，他好几次跟他妈说，我们住的房子是他和我一起买的。为了不打击他那脆弱的自尊心，我没拆穿他，一直装作不知道。现在想来，他其实早就盯上我的房子，甚至他和我结婚
也是因为无意中知道我有房，能让他少奋斗10年。婚后，他屡次暗示我要在房产证上加他的名字。一开始，我根本没当回事，我没想过和他离婚，加不加名字又有什么区别？他见我迟迟没动作，又跟我抱怨房子小，家里亲戚来了没地方住，要我把房子卖了，买套更大的，我们一起还房贷。其实就是想把我的婚前财产变成夫妻共同财产，他白拿几百万。都说一日夫700日恩，我没想过他能这么算计我。我担心买了大房子，贷款压力过大，会影响我们的生活，想再等等，却等到杜恒背着胡枕找上我，我这才如梦初醒。那天下午，我整个人都是懵的，开车回家的时候还差点追尾。到了晚上，胡枕下班回家，依旧像平常一样对我嘘寒问暖。那一刻，我觉得特别讽刺。我不是没想过和他闹，但看着他浑然天成的演技，我突然间冷静下来。我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。当晚，我照例把他每天睡前要喝的凉白开送到他手上。夜里凌晨3点，他鼾声如雷，我第一次偷偷查看他的手机。他和杜恒联络频繁，我很快就翻到杜恒。他们的聊天记录让我忍不住浑身发抖。我看到他们是如何诋毁我，嘲笑我是个没用的家庭主妇，嘲笑我生不出孩子，盘算着怎么让我净身出户。他们肆无忌惮地讨论当时一个轰动全国的杀妻案，讨论各种脱罪的方法。胡枕说，必要的时候也不是不可以让我的财产变遗产。那时候我才发现，这几年睡在我身边的人一直是个披着人皮的恶鬼。法院判决书下来没多久，胡枕爸妈被迫变卖县城的别墅，灰溜溜搬回农村。昔日不拿正眼看人的皇太后，如今又变回庶民。村里那些被他羞辱过的大妈，怎会放过扬眉吐气的好机会？他们隔三差五就去他家门口阴阳怪气，还特别乐意跟我分享战果。村里人对胡枕一家的闲言碎语就没停过。胡枕妈受的打击不小，病来如山倒。没多久，她就卧床不起。她在床上躺了半年不到，胡枕爸就受不了，要每天伺候她。胡枕爸跟小儿子抱怨自己身体也不好，不能继续照顾他妈。胡枕弟也不愿意接这个烫手山芋，转头就把他妈送进敬老院。那种山沟沟里的敬老院嘛，条件要多恶劣有多恶劣。胡枕妈行动不便，脾气还不小，一时间人嫌狗厌。敬老院的护工对她能不搭理就不搭理。伺候丈夫一辈子，为胡家人操劳一辈子的胡枕妈，就这么被轻易放弃，每天睁眼等死，狡兔死，走狗烹。这是胡枕妈的现世报。听说胡枕爸已经开始物色下一任免费保姆，但10里8乡都知道他家那些破事，看见他就躲得远远的。胡枕爸想找人接盘，恐怕没那么容易。我卖了旧房，在富人区买了新房。我曾因一时糊涂，为家庭放弃事业，把本该恣意潇洒的人生过成一坨狗屎。这是我人生最大的教训。好在能及时止损，力挽狂澜，手上的钱足够让我下半辈子生活无忧。我希望他人能吸取我的教训，也希望能够帮助一些有同样遭遇的人。于是，在闺蜜的建议下，我加入当地一个妇女帮扶公益组织。在这里，我见识到更多让人瞠目结舌的真实案例。我一边肯定这份工作的意义，一边暗自庆幸能在那段荒诞的婚姻中全身而退。只是我没想到能在这里碰到杜恒。那天下午，
杜恒包得严严实实走进来。他取下墨镜的瞬间，我和他都愣住。他一只眼睛变成熊猫眼，鼻青脸肿，一看就是被人打的。认出我，他本来想走，却被我同事叫住。见他不愿意在我面前开口，我很识趣地闪到一边。同事后来告诉我，她老公在孕期对她家暴，几次把她打进医院，连孩子都被打流产。她想离婚，但她老公死活不同意，还威胁要杀她全家。她实在没办法，才来寻求法律援助。我听完并不意外，胡枕地本来就是个地痞流氓，连个正经工作都没有。胡枕一死，他还不起贷款，名下那套房子也被迫变卖。还完那场官司判给我的钱，应该还剩个几十万，但区区几十万怎么够他挥霍？他不学无术，吃喝玩乐倒是有一套。同事说她老公还染上毒瘾，欠了一屁股债。我在心底暗笑，他染上毒瘾，有我一份功劳。想搞垮胡枕一家，怎么能少了他那个游手好闲的弟弟？每次和他弟吃饭，我都会无意间透露，身边的熟人通过某些特殊渠道一夜暴富，提前实现财务自由。我编得像模像样，还把网上找的炫富图片给他看。也就他这种好吃懒做，又整天异想天开的人，会相信这种一夜暴富的故事。在他的追问下，我顺水推舟，推荐他几个博彩网站。从他眼里迸射出的贪婪，我知道他一定会上钩。杜恒当初愿意嫁给他，也是因为知道他名下有房。结果没想到，房子没捞着，反而背上近100万的夫妻共同债务。胡枕地好不容易找到他这个接盘侠，当然不会轻易放手。我想起杜恒之前发的朋友圈，他的余生恐怕都逃脱不了胡枕地对他的指教了。这算不算求人得人？没发现胡枕出轨前，我是真心爱过他。我知道他家里穷，拿我自己的钱借给他当彩礼。我怕他压力太大，把我父母给我买的房拿出来做婚房。我知道他心脏不好，为了让他安心搞事业，我在职业上升期辞了工作，为他洗手做羹汤，无微不至地照顾他。他那些抠搜的小心思，我只当是他原生家庭的影响，不能怪他。对他那一家牛鬼神蛇，我也是一再忍让。如果不是我偷偷去找在他们公司当总经理的同门师姐帮忙，花钱帮他疏通，胡枕又怎能顺利当上高管？但我没想到，他有钱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出轨。面对伴侣的付出，有的人会感激回馈，有的人却只会得寸进尺，恩将仇报。那段时间，胡枕每天晚上回来都累得跟狗似的。我能看出他压力很大。问了师姐才知道，他们公司空出来一个副总职位，几个候选人争得头破血流，胡枕就是候选人之一。但这次我不可能再帮他，我把他的所作所为讲给师姐听。我知道师姐不可能容忍这种人成为他的副手。胡枕在公司焦头烂额之后，我又隔三差五去刺激杜恒，让他有强烈的危机感。小三迫切想要上位，最直接最有力的武器是什么？当然是怀孕。很快，胡枕开始夜不归宿。他骗我说，公司最近接了大项目，要加班，要出差。但我知道，真实原因是杜恒在逼他。我求之不得。杜恒也是争气，没少和他闹。胡枕内忧外患，身心俱疲，还强行用药。不出所料，他心脏病发。胡枕的心脏是不好，但不严重。医生说过，只要身边常备救心丸，他就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。像他这种情况，
阿猛活到70、80岁的大有人在。他的救心丸一直都是我帮他准备，一瓶放在床头柜里的药箱里，一瓶随身携带。每天睡觉前，我都会检查他包里是否备着药，药是否够用。这一检查就是10年。这件事我坚持了10年。在他发病的前几个月，药箱里的那瓶空了，我没有买新的。没多久，他包里那瓶也空了，我同样没有补充。当一个人习惯了你的默默付出，你不需要做什么，你只需要不做什么。胡轸死前，除了满床的情趣用品和那盒没吃完的伟哥，手里还拽着一个空药瓶。他临死也想不到，10年里，他的小药瓶就像会自动续药一样，每次打开，里面都装着他活命的保障，但那一次，里面竟然是空的。这场遗产官司之后，胡轸一家彻底败落。胡轸爸在村里成了过街老鼠，无人愿与他来往，想要再找个免费保姆共度晚年的美梦彻底破碎。而胡轸妈在敬老院中，每日在病痛与悔恨中度过，曾经的嚣张跋扈早已化作泡影。没过多久，她就在孤独与绝望中离世。胡轸弟因染上毒瘾，欠下巨额债务，债主们天天上门讨债。他走投无路之下，竟干起了抢劫的勾当，很快就被警方逮捕。在审讯过程中，他还供出了参与地下赌场非法活动的其他同伙。最终，他因多项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。曾经的霸王，如今只能在监狱中度过漫长岁月。杜恒在我的帮助下，收集了足够的家暴证据，成功与胡轸弟离婚。但他的生活并没有因此好转。离婚后，他不仅要独自偿还因胡轸弟赌博欠下的债务，还要面对社会的指指点点。曾经插足他人家庭的他，如今也尝尽了生活的苦头，只能靠着打零工维持生计。处理完这一切，我在妇女帮扶公益组织的工作越发得心应手。我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法律知识，帮助了一个又一个深陷困境的女性。看到她们重新找回生活的信心，勇敢地向不公平的命运抗争，我感到无比欣慰。闲暇时，我会坐在新家的花园里，晒着太阳，品着香茗，回顾过往的种种。那段黑暗的婚姻就像是一场噩梦，但也正是这场噩梦，让我彻底清醒，变得更加坚强和独立。我终于明白，女人的幸福从来都不应该寄托在别人身上，靠自己的双手去创造生活，去追求梦想，才能真正掌控自己的人生。未来的日子还很长，我会带着这份感悟，继续勇敢前行，也希望能帮助更多的女性走出困境，拥抱属于自己的美好人生。接下来，请收听第2个故事。我妈信奉丁克，却意外有了我。从我记事起，她便反复跟我灌输她的丁克理念。妈妈生了你已经是天大的恩赐，你别指望妈妈为你付出，我首先是我自己，其次才是你妈妈。我一直无法理解，直到长大成人后，老无所依的妈妈一遍遍求我回家时，我才理解。于是我告诉她，我首先是我自己，其次才是你女儿。妈妈怀我的时候，正准备跟爸爸去环球旅行。我的到来让妈妈痛哭流涕，她期待已久的环球旅行泡汤了。之后便是准备打胎，可妈妈怕疼，她做了无数次思想准备，最终都下不了决心。爸爸便宠溺地抱着她安慰，你真是个可爱的小孩子，怕疼就不打了呗，我们养得起。我家很有钱，爸爸是外企高管，年薪数百万。妈妈是舞蹈家，开着一家舞蹈工作室。
他们从来不会为钱发愁，养多一个我，未必有养一只猫难。可是家里养了5只猫，却不愿意养我。我一出生，尚不足满月，妈妈就不愿多看我2眼了。她在病房里哭诉，说自己的人生多了个累赘，以后怎么过啊？她半夜也会惊醒，一旦发现我在旁边摇篮躺着，眼泪就莫名其妙下来了。我爸实在没办法，只能将未满月的我先带回家，交给保姆照顾。我那时候只肯喝母乳，回了家却只能喝奶粉，哭得昏天暗地，声嘶力竭，连保姆都心疼得掉泪。他给妈妈打电话，问能不能把我送回医院去，吃点母乳先。我妈一口拒绝，说自己已经去月子中心养身子了，过2天就要回奶了，若是喂我母乳，指不定要拖到什么时候才能回奶。她回不了奶水，就会一直长，胀得疼，胀得难堪，胀得她穿不了瑜伽服。所以我吃奶粉吧，不肯吃就饿着，饿得受不了了，自然就吃了。我满月的那天，妈妈也出了月子中心，她回来看了我一眼，立刻去收拾自己的东西。保姆问她怎么了，她很烦躁，我不喜欢孩子，我要搬去另一套房住，以后你多辛苦点，工资给你加3000。我们家有好几套房，妈妈搬去了城北那套，因为城北离城南最远。爸爸自然追随妈妈，一并住了进去。他们像新婚夫妇一样，恩爱有加，形影不离，仿佛从未生过我。在确定妈妈身子养好了后，环球旅行的计划继续执行。他们不知道飞去了哪里，而我吃着奶粉，在间歇性呕吐和哭嚎中，度过了新生儿最难熬的前3个月。我能爬的时候，很喜欢吃奶粉了。奶粉也很有营养的，如果是妈妈冲的，那就更好了。只是我总也见不到妈妈，偶尔会有视频打给保姆，保姆便将镜头对准我，乐呵呵催我开口，来，叫妈妈。妈妈在镜头的另一边吃着甜品，身后是风景优美的庄园酒店。她百无聊赖地看了我几眼，见我还不会叫妈妈，便说有事，先不聊了。保姆只能叹气。后来我不仅会叫妈妈了，还会说话了，可妈妈没有打过视频来了。我稚嫩地问保姆：“张凤霞姨姨，妈妈呢？”小区里有很多妈妈，她们推着婴儿车，或者牵着小朋友的手，说说笑笑，走走停停。只有我是张姨领着玩的。或许也有别的小朋友是保姆带着玩的，但有时候他们身边会换人。保姆不见了，妈妈出现了。只有我的妈妈从来没有出现过，我的身边从来没有换过人。张凤霞无言以对，也不知道该怎么跟我解释，只能说妈妈很快回来了。毕竟家里还有她养的5只猫，她放不下的。我便等啊等，等啊等。妈妈被我等回来了好几次，但每次都是急匆匆回来，又急匆匆走了。要么说忙工作，要么说要出国，总是不能为我多逗留一阵。我3岁那年，妈妈又回来了，这是她时隔半年后的首次回家。因为有一只猫死了，小花死了。它是我最讨厌的一只猫，因为它总是咬我、挠我，有一次把我手指咬出了血。张凤霞吓坏了，赶紧给我妈打视频。我妈的第一反应是，小花不会咬人的，是不是娃打它了？没有，有些猫是养不熟的，它想咬人就咬人。张凤霞是农村人，相当了解猫。我妈气得不轻，你才养不熟，给你那么多工资干什么的？连个小孩都顾不好。我以为妈妈担心我，连忙摆手，妈妈，我没事，你别骂张姨了。我妈没理我，让张凤霞转动镜头，
看看小花。妈妈如愿以偿看到了小花，接着叮嘱张凤霞：“我的猫都打过疫苗的，它应该不会有事。我明天有个舞蹈比赛要参加，他爸又去国外出差了，我们没空回家。”言外之意就是他们管不了我。我依旧懂事的摆手：“妈妈你忙，不用回家的。”我妈嗯了一声，挂了电话。张凤霞无可奈何，最终自费带我去打了狂犬疫苗。打完后，她一直跟我说话，还带我跑步、跳高、唱歌，让我不要停下来。我累得气喘吁吁，问张姨为什么不要停下来。她看看我的针口，人家说了，狂犬疫苗容易让人变傻的，你要多动，不要呆呆坐着。原来是这样啊！我怕变傻，那样以后连妈妈都不会叫了。所以我一直动到了晚上，累得实在动不了了。张凤霞在一旁呵呵笑，说我这么精神，不会变傻了。我们牵着手回家，却在楼下发现了小花的尸体。她从25楼掉了下去，摔死了。张凤霞脸色大变，心惊胆战地给妈妈打去了电话。原本明天有舞蹈比赛的妈妈，竟然连夜赶了回来，搂着小花的尸体，哭得死去活来。我第一次意识到，妈妈好像不喜欢我，她喜欢猫。小花的死让妈妈怒不可遏，她辞退了张凤霞。我拉住张凤霞不让她走，才3岁的我学会了撒谎：“妈妈，是我把猫推下去的，不是张姨没看好。”其实小花贪玩，她自己钻出防盗窗掉下去的。可妈妈怪张凤霞，她不理会我的求情，坚持辞退了张凤霞。张凤霞走的时候，眼眶通红，抱着我亲了一口，然后抹着眼泪走了。妈妈并不理会我，她带上小花，驱车去了郊外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，失魂落魄地将小花埋了。埋了之后，她一声不吭地回城北去了。我突然变成了一个人，缩在家里茫然无措。我便喊张凤霞，喊了很久，张凤霞都没有出现。她真的走了。直到第3天，妈妈才想起我来，给邻居打了个电话，让邻居先照应一下我，她找新保姆需要时间。邻居是个单亲妈妈，抚养了3个孩子。我很少见她，因为她总是早出晚归，家里只有3个孩子和1位老人。老人是她妈妈。单亲妈妈来敲门的时候，我正饿得干吃奶粉，因为奶瓶在消毒盒里，太高了，我拿不到。我吃得满嘴奶粉，开门的时候把单亲妈妈吓了一跳。她又惊又异，赶忙帮我擦嘴，问我有没有哪里不舒服。我摇头，只说饿。她带我去了她家。她家是小户型，客厅比我家小了很多，3个孩子都不大，最小的跟我差不多，最大的也才上小学。我进屋的时候，3个小孩都围了过来，好奇地打量我。最大的孩子穿着很便宜的短袖，但干干净净，头发也整整齐齐。他疑惑地问我：“你家不是很有钱吗？你怎么脏兮兮的？”我独自在家3天，确实脏得不成样子了。小泽，别瞎说！单亲妈妈批评了一声，带我去洗澡。她对我很友好，并且跟我说了我妈的安排。你妈妈太忙了，托我照顾你几天，她说给我钱，我不好意思收呢。单亲妈妈笑着：“你叫我陈阿姨就行了，你叫周不来是吗？”提到我的名字，她的神色有些奇怪。我说是的，我叫周不来。妈妈说我是不该来到这世上的人，所以我叫周不来。我很稚嫩，很单纯，还不太理解这句话的意思。陈阿姨却变了脸色，眉头紧蹙。妈妈说会尽快给我找保姆，但半个月过去了，还是没有新保姆过来。陈阿姨自从丧夫后，经济条件就不好了，
还要养3个小孩和1个老人，生活十分拮据。现在他还要照顾我，外加每天帮忙喂猫，更加力不从心。好在我爸出差回国了，他来接手这件事。他先感谢了陈阿姨，然后要带我回家。我嚎啕大哭，打死不肯回家。我爸是个没耐心的人，或者说他只对妈妈有耐心，所以他当场火冒三丈，哭什么哭？闭嘴！陈阿姨脸色又变了，赶忙开口：周先生，还是我继续照顾魏西吧，你找到保姆再来接她。那干脆你一直照顾她好了，我每个月给你1万元报酬。我爸顺杆就爬，他喜欢用钱解决一切。陈阿姨迟疑不决，她母亲却咳嗽着答应，说反正有3个孩子了，多照顾1个也没区别。陈阿姨最终还是答应了。我在很多年后回想起这件事，仍觉得很神奇。一边是随意将我丢给外人抚养的亲生父亲，他丝毫不怕我出事吗？一边是最终接纳我的陈阿姨，她不怕我在她家里出事吗？一个3岁的小孩，在这场神奇的交接中，终于步入了生活的正轨。住进了陈阿姨家，我的生活正常了起来。我像其他有妈妈的小孩一样，起床、吃饭、上幼儿园、午休、看电视。到了周末，陈阿姨会带我们去便宜的游乐场逛逛，或者去商场吹空调、看表演。有时候她太忙了，会把我带到身边，我跟她一起在夜幕下摆摊，卖手抓饼。这会很累，但很好玩。一切都那么美好。我有时会产生错觉，会不会陈阿姨才是我的妈妈？至少，她是我的新妈妈吧。但新妈妈依然解决不了许多事。我上小学时，陈阿姨的2个小孩也上小学了，大的孩子上初中了。她愈发忙碌，而她母亲愈发苍老。陈阿姨常常因为照顾一大家子而累得偷偷抹泪。我渐渐学会了独立自主，我尽量不去麻烦陈阿姨。她意识到了我的刻意独立，一天等孩子们都睡着了，她找我谈心：魏西，你饿吗？她第一句是这样问的。我说不饿，但肚子咕咕叫了起来。今天是周末，我玩疯了，确实饿了。陈阿姨忍俊不禁：你才6岁，倒是会骗阿姨了。我用力摁住肚子，说真的不饿。我怕陈阿姨又去做宵夜，她总怕我吃不饱，有时候晚上会偷偷给我加餐。你爸给了我很多钱，我虽然累了点，但家庭压力缓解了许多。你是我的福星，知道吗？陈阿姨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，温柔地摸我的脑袋。什么是福星？我不解。就是天赐的幸运星。你看我丈夫去世了，我每天早出晚归打工，借钱度日，但你来了之后，我们家慢慢步入中产了呢，我存了好多钱了。陈阿姨一脸欣慰。什么是中产？我又问。每天有肉吃，每个人都有漂亮的衣服穿，大家都很开心，就是中产哦。是吗？我想了想，黯然开口：我以前很少有新衣服穿，我也不开心，所以我不是中产。我家特别有钱，我家有好几套房子，还有别墅，还有车标是3个叉的漂亮车。但我不是中产。陈阿姨沉默了，不知道该怎么跟我解释。她只能抱抱我，默默地去给我做宵夜了。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很久，久到我都忘记了爸爸妈妈的模样了。他们除了给陈阿姨打钱，似乎从未出现过。不对，我8岁那年，妈妈出现过一次。听小区的婶婶说，我妈其实经常回家，大概是看猫，但她从未主动来看过我，哪怕我就在猫的隔壁。这一次，她终于来看我了。我激动万分，拼命压抑着眼中的泪水。妈妈打量我，满意点头：
你长大了啊，有7岁了吗？我说8岁了，小学3年级。妈妈哦了一声，后知后觉，你都这么大了啊，懂事了吗？我说懂事了，我最懂事了。我渴望妈妈的夸奖。她又哦了一声，蹲在我面前笑，周不来，我知道你懂事了，所以特意来跟你聊聊，我们是以平等的姿态对话的。我没听懂，茫然看她。她自说自话，所谓平等姿态，即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，妈妈是妈妈，女儿是女儿，你有你的生活，我也有我的追求。我还是不懂。妈妈就更加直白，妈妈生了你，已经是天大的恩赐了。妈妈有自己的追求和理想，所以妈妈不会待在你身边，不会为了你放弃自己的一切。你能理解妈妈吗？妈妈首先是我自己，其次才是你妈妈。我似懂非懂，单纯询问，妈妈是不是太忙了，所以不能待在我身边？妈妈笑了笑，不置可否。随后她摸摸我脑袋，就这么走了。我在此后的成长中，经常会想起妈妈的话，那究竟是什么意思呢？后来上了初中，我开始有了自己的感悟。我突然意识到，妈妈的意思其实很简单，她就是不爱我，由着我自生自灭。反正她给了钱，尽到了基础的抚养义务，至于其他的，包括母爱，她一丝也不愿给我。想到这一点，我浑身发凉，呆坐了许久。我决定自己去找妈妈，问问她是不是我想的那种意思。不久后，哥哥小泽带我去市中心玩。小泽是陈阿姨的大儿子，已经是高中生了。他带着200元钱，说请我去吃肯德基，庆祝我上初中。我抓住机会提了一个要求，我想去巧艺舞蹈工作室。巧艺舞蹈工作室是我妈开的工作室，据说是市里最大的舞蹈工作室。我曾经听陈阿姨提起过，一直记在心里。小泽答应了我，带着我到处寻找，到处问路。好在我们正巧离工作室不远，很快在一栋写字楼里找到了工作室。走上7楼的时候，我莫名紧张，手心全是汗水，因为7楼就是工作室的地址了。小泽一边张望一边询问：“你来这里干什么？你想学跳舞吗？”我没有回答，走进去，隔着玻璃窗寻找。终于，我看到了一个曼妙的女人，她正带着10几个女人跳舞，满脸红润贵气，整个人容光焕发。我盯着她看。自从8岁那年见面后，我再也没有真正的见过她了。但我偷偷看过她。她放不下家里的猫，偶尔会回家的。只是她不会告诉我她回家了。我是躲着看她的，看她跟猫玩，然后笑盈盈地走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4只猫全部死掉了，所以从上年开始，妈妈几乎不回家了。只有打视频给陈阿姨的时候，我才能跟她说2句话，而她通常会说太忙了，不聊了。现在我终于真真切切、明明白白地看见她了，她就在我一窗之隔的舞蹈室里，像一只漂亮的蝴蝶，天仙优雅，富贵十足。她喜欢跳舞，喜欢教别人跳舞。舞蹈像她的灵魂一样，自由、独立、孤芳自赏。不知为何，我流下了眼泪，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情绪冲破了我的泪腺。我越哭越厉害，小泽吓坏了，赶忙抱着我安慰。玻璃窗内的妈妈终于发现了我，她惊疑不定，擦着汗水走出来，依旧优雅如天鹅。我垂着头想走，妈妈却径直呵斥：“周不来，你怎么找来这里了？没钱用了。”我哭得说不出话来。妈妈无奈地呼气，朝我摆手：“走走走，我一会儿给你打钱。”她不希望学员们看见我。我终于开口：“
声音嘶哑如灌铅：“妈，我想你。”妈妈更加无奈，转过身去打电话：“喂，老周，你快来领你女儿回去，我忙得要死。”我看着她的背影，再也说不出一句话了。我跟小泽灰溜溜走了。小泽一直在骂我妈妈。我没有了力气，肯德基也不想吃了，沉默地回了家。之后我再也没去找过妈妈了。哪怕她就在同一个城市，坐出租车过去只需要半小时，坐公交车的话只会途经12个站点。可我不想去了。初3那年，我的成绩飙升到了第1名，一鸣惊人。结果引来人妒忌，有个女生跟我吵架，打了我一巴掌，我打了回去，2人都出了血。老师给我妈程家南打去了电话，让她过去处理一下。我妈张口就拒绝：“你找陈素梅啊，她照顾我女儿的。陈素梅不是她母亲啊，这件事可大可小，我建议你还是来一趟为妙。”老师很严肃。结果我妈依旧不肯来，她让老师把电话给我。我接听了，正想解释一下来龙去脉，我妈厉声呵斥：“你少惹事，我跟你爸爸真的很忙，没时间处理你的破事。”是他打我，我委屈地叫出声：“他怎么不打别人就打你？你惹事干什么？烦死个人！”电话挂断了。妈妈不会来的。我垂着头，一言不发。老师见状，摇了摇头，最终批评了那个女生，也让我道了歉。双方各打一个大板，事情了结。我眼中含泪，默默妥协。那个女生得意洋洋，朝我呸了一声，继续上课去了。但这事没有完，女生集结了好几个人，有事没事就欺负我。我不敢反抗了，因为我没有妈妈了。好在很快中考了，我中考考得不错，上了市里最好的重点中学。因为离家远了，我选择了住校。陈素梅送我去了学校，她有了几根白头发，眼角也多了皱纹，但她很开心，说我是她最骄傲的孩子。我愣了愣，昂起头笑：“我是您最骄傲的孩子。”这个骄傲的孩子，骄傲了整个高中。我的成绩一直是名列前茅的，而且在火箭班，没有任何霸凌现象，也没有人因为我父母的原因嘲笑我。我刻苦学习，一往无前，在高考的时候超常发挥，一举夺得了当年的市状元。这是一件大事，我们全家都惊呆了。陈素梅喜极而泣，哭得不能自已。哥哥小泽夸张地给我单膝跪下：“老妹，以后你就是我老姐了。”我也乐坏了，开始纠结去清华还是北大。正纠结的时候，妈妈回来了。她43岁了，依旧光鲜亮丽，衣着华贵，身上也总是香香的，身材也总是曼妙的。陈素梅也是43岁，却因为操劳过度，已经白发丛生，皱纹爬脸。面对妈妈，陈素梅显得有些不自在，她仿佛自认为低妈妈一等。妈妈眉眼含笑，当场给了陈素梅一大笔钱，奖励她对我的照顾有加。没有她的照顾，我考不了市状元。不用，你们给了很多钱了，魏希能考上市状元，是他自己努力的结果。陈素梅连忙拒绝，同时也意识到分别的时刻到了。她拍拍我的手臂：“魏希，你妈妈回来接你了，快喊妈妈。”我站着没动，心里很漠然。妈妈皱了皱眉，摆了一下手：“陈素梅，你误会了，我不是来接周魏希的。你也知道我是个工作狂人，他爸周彦洲现在又当上了董事长，我们哪有时间照顾周魏希？”陈素梅当场愣住，不确定地询问：“魏希都成年了，读大学了，你们还不接他回去？隔壁不就是我家吗？他读大学了，更能独立自主了，有房子住，
也有人照顾，还不缺钱，哪里用得着我们？我妈笑着摇头。她理所当然。是啊，我小的时候都不需要她照顾，更何况现在成年了呢？我开口，我不走，我就住在陈阿姨家。我妈欣慰点头，好，妈妈放心了。她安心地离开了。陈素梅推了我一下，让我去送。我想了想，默默跟了上去。她见我来了，摆手说不用送。我看着她，突然问一句：你的丁克理念究竟是什么？其实我这么大了，早已知道什么是丁克了。结了婚，不要孩子，就是丁克。但其深层含义，我无法理解。倘若一对夫妻决定了不要孩子，他们尽情享受人生，享受自由，去环球旅行，去跳舞，去画画，那么这是正常的丁克吧？但是，倘若一对夫妻有了孩子，依旧尽情享受人生，享受自由，对孩子不闻不问，那么这还是正常的丁克吗？妈妈眉眼一皱，你问这个干什么？我以前跟你提过丁克吗？你提过，我听过很多次了。我小的时候，他但凡跟爸爸回一次家，都会抱怨家里让他厌烦，尤其是还有个小孩，这不符合他的丁克理念，不是他梦想中的丁克生活。他这样抱怨着，丁克，好多遍的丁克。丁克理念很简单，也很合理。我首先是我自己，其次才是你妈妈。妈妈的话跟我8岁那年的话语一模一样。她毫无愧疚地注视着我。妈妈生了你已经是天大的恩赐了，我给了你生命，花了很多钱养大你，但我跟一般的妈妈不一样，我是我，其次才是一位妈妈。原来是这样啊，或者说果然是这样啊。我其实早就明白的，只是想再问问。为什么想再问问呢？大概是不死心吧。现在死心了，我没有再追问了，安安静静地回家。陈素梅在等我，见我面色如常，不由松了口气。吃饭了，魏西，庆祝你考上是状元。陈素梅拉着我的手，后脑的白发依稀可见。看见那些白发，我突然泪如雨下，嘶哑地喊了一声妈妈。陈素梅一怔，惊诧地扭头看我，什么？妈妈？我加大了声音。陈素梅眨了一下眼，眼眶也红了，但她用力摇头，魏西，不要叫我妈妈，你父母会生气的。我不管父母生不生气，我现在只想要一个妈妈。我又喊了一遍妈妈。小泽跑了出来，这个985高材生脸都变了。老妹，你喊谁妈妈呢？这是我妈。我妈，我很坚定。小泽急坏了，不行，你这怎么行呢？我妈不是你妈，我也不是你哥，我们没有血缘关系的哦，知道吗？陈素梅闻言扑哧笑了一声，小泽脸一红，害臊地跑开了。陈素梅同意我叫她妈妈了，但只能在家里叫，免得有心人去告状。我心满意足，过完了暑假后，踏上了去北方的高铁。大学4年，我依旧刻苦学习，一往无前。我的内心有了一种动力，我要改变陈素梅妈妈的人生。她不该受苦受累，我和小泽都要改变她的人生。小泽比我早毕业，他本名陈彦之。他说他的名字不太好听，但我觉得比不来好听了10000倍。所以陈彦之毕业后，立刻帮我联系派出所，准备改名的事。他如今高大帅气，一毕业就进了大厂，才华横溢，气场惊人。还有2个朋友是在老家当官的，因此帮我改名的事并不难。他问我想改成什么名字，我想了很久，说了一个很没有文化的名字——周该来。我是该来到这世上的人。
陈燕之差点没笑死，但笑着笑着又心疼坏了，想揽我入怀，可我们都长大了。他不好意思抱我，挠挠头斟酌道：“周永瑜怎么样？永远的稀珍美玉。”老土，我一脸嫌弃。陈燕之又开始挠头：“周碧玉。”更土，我笑出声。陈燕之总想与我以玉之名，因为玉是稀世珍宝，是人人喜爱的宝贝。我不是不该来到这世上的人，我是人人喜爱的宝贝。但是真的好土哦，我便自作主张，就叫周卫西吧。我不想要多好听，我就想把不该来去掉。周卫西，周来，我就该来。取了新名字后，我的人生迎来了第二次腾飞。大学4年，我获奖无数，成了校园内的风云人物，还登上过本地电视台的采访。毕业后，我继续读研。直到此刻，我才后知后觉地发现，我的父母在我整个大学生涯竟然没有露过一次面。仔细回想一下，我在4年里只在视频中见过他们寥寥数次。一次是中秋节，他们临时回了家，估计是触景生情，突然给我打视频，问我大学生活怎么样。我说挺好的，然后借口挂掉了。还有一次是新年，当时我大3了，回陈素梅妈妈家过年。我的父母却在北方玩雪，玩得乐不思蜀，连新年都不回家。他们又打来了视频，将镜头对准了一处空地上的雪人。卫西，快看雪人，我跟你爸堆的，哈哈，可爱吧？我妈年纪大了，似乎有了一些分享欲，主动跟我分享雪人。我看着那个雪人，面无表情。我旁边是保持安静的陈素梅妈妈一家人，还有热气腾腾的饭菜。卫西，怎么了？不舒服吗？我妈询问。我摇头，挺舒服的，我们一家人都在吃团圆饭，你们继续堆雪人吧，不打扰了。我妈脸色变了一下，旁边的爸爸正要骂我，但我挂了视频。最后一次视频是我大4刚开学时，当时我妈生病住院了，而爸爸又在国外出差，他身边只有护工，所以大半夜突然给我打了个视频。我睡眼朦胧的接听，瞧见我妈苦兮兮地挪着身子，哎，痛啊，老了，不中用了。她卖惨，想我主动询问她生了什么病，最好可以主动回去照顾她。但我一声不吭，只是打哈欠。我太困了。我妈抿了抿嘴，自己挂断了视频。我的研究生生活进展很顺利，大概是小时候受了太多苦，老天爷要补偿我吧。我也不愁钱，并非爸妈一直给我钱，而是陈燕之升职了，他月薪5万多，足够供我读研了。他也经常寄钱回家，改善陈素梅妈妈的生活条件。我们家正在一步步变好，这也是我最大的动力。我毕业后同样进了大厂，埋头苦干，不分昼夜，终于步步高升，在人才济济的集团中站稳了脚跟。这下我的月薪比陈燕之都要高了，我俩加起来轻松年入100万。休假回家那天，我跟陈燕之逛遍了北京市，疯狂购物，首饰、金子、衣服、鞋子，反正看见什么喜欢的就买，全是买给家里人的。陈燕之的弟弟和妹妹也都毕业了，但混得一般般，好在很有孝心，人也善良，所以我们也给他们买了很多东西。回到家那天，大家齐聚一堂，礼物堆满了客厅。陈素梅妈妈哭得眼泪停不下来，引来了附近的一些邻居围观。这下一传十，十传百，整个小区都知道了。大家说那个周不来发财了，金链子都买了5、6条给陈素梅。我饭后去小区散步，总有人主动跟我打招呼：卫西，
回家了，在北京发财了，年薪100万了，出息喽！我真不知道我在小区这么有名，不过我很开心，一一回应，热情无比。走到小区东南门台阶时，我突然看见一对夫妇迎面而来，那是我父母。父母都年过50了，步履有些慢了，皱纹也多了。虽然保养得很好，但再无当年的朝气和精力。我有那么一刹那的恍惚，心里问自己，他们真是我父母吗？我对他们的印象竟还停留在小时候，就仿佛一条河断流了几十年，河水早已干枯了。我们都朝着时光前进了20多年啊！我低下了头，故意避开了他们。他们牵着手走上台阶，神色有些疲惫和落寞，并没有发现我。我听见我爸在抱怨，不知道周卫西回家了没？我已经好几个月联系不上他了。好几个月？哦，对了，我换手机号了，新号码只有家里人知道。他还在读研吧？搞不懂读了几年了。我妈喘了口气。我爸盘算了一下，应该快毕业了吧？不对，早就该毕业了吧？他工作了？不知道，待会儿问问陈素梅吧，她知道的。我妈神色复杂。正巧有几个老太太要出东南门，碰见我父母后，全都惊讶出声：“周家夫妇，你们才回来啊？你们女儿在北京发财了，给陈素梅家买了一客厅的礼物呢。”我爸妈对视一眼，脸上有了异色。好好好，我们这就去找她。他俩加快脚步往家里赶去。我绕了一圈，故意错开他们，等了许久才回家。陈素梅家的房门开着，里面依旧热闹。我进去一看，我爸妈竟然也在。我立刻转身离开。我妈脸色一变：“周卫西，你走什么？”我不走了，站在原地。周卫西，你是对我们有什么意见吗？好不容易回来一趟，你不带点礼物给我们？我爸向来说话直，他是一位董事长，也不怕说话让人难堪。他一直盯着陈素梅家的礼物，那些我买的礼物。我无所谓地笑了笑，忘了，下次再买吧。忘了？陈素梅的礼物你怎么不忘了？我妈脸色很难看。我想了想，很平和地答复：忘了就是忘了。你以前不也经常把我忘在家里吗？我差点饿死呢，你光想着你的猫了。我妈瞳孔一缩，仿佛被人掐住了喉咙，瞬间哑住了。陈素梅等人面面相觑，一声不吭。我爸猛地一拍桌子：“周卫西，你怎么敢这样跟你妈说话？你反了天是不是？”陈素梅下一激灵，赶忙打圆场：“好了好了，我做好饭了，大家洗手吃饭吧。”不吃，我妈咬牙起身，甩脸而去。我爸也要走，我侧开身子，让出了路。他们脸色更冷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我并没有被父母的坏情绪所影响。在家待了几天后，我跟陈燕之又北上工作了。陈燕之迟疑着问我：“你跟你父母彻底闹翻了吗？要不要再交流一下？20多年了，都没交流过几次，没必要再交流了。”我很洒脱。陈燕之便不再多说。倒是陈素梅妈妈经常打电话来嘘寒问暖，时不时提一嘴我父母。我直接拆穿她，是不是他们找你说情了？陈素梅尴尬地笑：“这卫西啊，你爸妈现在有了为人父母的自觉了，他们其实很后悔。”哎，陈素梅不懂很多道理，她的家庭向来是和谐的、恩爱的，所以我不会怪她无法对我感同身受。但我有自己的坚持，我告诉她，他们有了为人父母的自觉，竟然依旧不会主动认错，反而要你当中间人，这就是为人父母的自觉吗？陈素梅哑口无言，
从此再也不提我父母了。没了陈素梅这个中间人，我父母终于主动了。我生日那天，我妈给我寄来了一个手镯，还买了一个蛋糕让人送来。她在蛋糕的明信片上留言：魏希，生日快乐！妈妈其实一直记得你的生日，只是以前太忙了。又是太忙了，她没别的词儿了。我将蛋糕分给了同事，至于手镯，找金铺回收了。又过了几日，我爸突然打电话来骂我：你个白眼狼，你妈送你礼物和蛋糕，天天等你回复，你理都不理，你要气死你妈妈。我很平静地解释，为什么要理她？她以前也不理我啊。你是不是觉得你有钱了，硬气了？我们的钱用都用不完，你那点钱算什么？我爸常年身居高位，从来没人敢气他，所以他一旦生气，必定是雷霆闪电。我听着雷霆闪电，自始至终都没有感情变化。在他愈发暴怒时，我拉黑了他。这一次过后，父母2个月没有找我了。后来陈素梅告诉我，我爸突然生病了，老年痴呆。谁也想不到，我爸突然就成了一个傻子，每日就坐在阳台看天，呆呆的。这一次我回去了，我踏入了那个久违的家，以前的猫全都没有了，一丝痕迹都没有留下。我爸穿着睡衣，坐在阳台的躺椅上，一晃一晃的，整个人神志不清，时不时发出1、2声奇怪的声响。我妈系着围裙将我迎进家门，手上还有水渍。我愣了一下，上下打量她，真新奇啊。魏希，快进屋吧，妈给你做饭吃。我妈程家南热情无比，眼角的皱纹都笑开了。我没胃口，指了指爸爸，他什么情况？人老了，意外情况就多，这走着走着就晕倒了，醒来就这样了，都是命。我妈苦涩摇头，我跟你爸享受了一辈子，也没什么遗憾了。哎，我妈看得很开，大概跟她年轻时的经历有关吧。年轻时，她便山川河流，揽尽日月江海，去北极观光，去南极看企鹅，亦或者在舞蹈室翩翩起舞，参加各种引人注目的赛事。她的精力都花在了追逐自由上，追逐想过的生活上。她，首先是她，其次才是一位妈妈。这句话真好，她其实可以作为一名女性，一位母亲的人生标杆。每个女性都首先是她自己，其次才是妈妈。只是我的妈妈程家南首先是她，其次还是她，最后依然是她。她从来不是我的妈妈，她压根没有遵循她口中的丁克理念，她只是借这个理念来行自私之事罢了。我便轻轻摇了摇头，既然爸爸没什么事，你也看得开，那我先走了。吃了饭再走啊，你等等，妈妈这就去做饭。我妈很急很慌，不由分说关了门，跑去做饭了。她从来不会做饭，所以捣鼓了很久，炒了一盘焦糊的西红柿炒鸡蛋，还有一盘青椒牛肉，味道很难闻。她便更着急了，一边炒菜一边流汗，嘴里嘟囔着：怎么会这样呢？我明明学好了的。我看着她慌乱的背影，沉默了许久。最后我开口：算了吧，我不会回到你身边的。她剧烈一颤，整个人僵住了。我开门走了。1年后，我事业有成，年薪达到了200万。我工作很忙，但经常回家，不是回自己家，而是回陈素梅妈妈的家。每次一回去，小区都会轰动，因为我每次都会带回来一大堆礼物。而陈素梅妈妈的家庭已经成为真正的中产家庭了。她买了一套新房子，接近200平，足够我们一起住了。我自己的家常年关着门，听人说我妈住在里面，
很少出来，整个人死气沉沉的。又一次回家过节，我妈终于出来了，她交给我一个文件袋，说是家里的资产都给我了。我毫不客气地接过，她的手指顿了顿，依依不舍地放开了。见我收下了，她立刻邀功似的开口：“魏西啊，今晚回家吃饭吗？妈妈厨艺好多了。”我注意到她说话的同时，眼角余光还瞟着文件袋。她不舍得她的资产，我便又递了回去：“不吃了，太忙了，待会儿就要回北京了。”其实不用回，我已经是管理层了，在休年假。妈妈一怔：“你不要？这里少说7、8千万的资产呢。”我摇头：“不要。”她迟疑着收了回去，眼神闪烁：“那妈妈先帮你收着。对了，妈妈帮你把卧室收拾干净了，你以后回来住吧，别总是麻烦你陈阿姨。”她是我妈，有什么麻烦的？我随口回应。妈妈一颤，眼眶瞬间通红。我不理会，迈步走进了陈素梅妈妈的家。过了2日，我妈出去旅游了。她故意对小区的老婆婆们说，她无儿无女，剩下那么多钱不用浪费了。她准备花光所有钱，然后舒舒服服地离开人世。这件事传得沸沸扬扬，很多人都猜出了来龙去脉。周卫西是不是傻啊？他认一下他妈怎么了？那么多遗产呢？他妈气坏了，故意去花钱，肯定有几千万吧，说不定上亿都有，到处都在议论。陈燕之也找到我，问我什么情况。我耸耸肩，没什么情况，我们过好我们自己的日子就行了。陈燕之一听有点害臊，这话有点暧昧了，你终于决定嫁给我了。陈燕之去年就跟我求婚了，这小子藏得很深，暗恋我多年了，跟个千年王八一样，憋得老紧了。我没有当场答应，但心跳快了2拍。其实我是个缺爱的人，这也导致了我丧失了爱人的能力。我不确定自己是不是爱陈燕之，或许我只是把他当哥哥吧。但后来每次遇见他，心跳都会快2拍。我意识到，我确实爱他，没有轰轰烈烈的缠绵，只有平平淡淡的依恋。但无论是哪一种，都是爱情。我决定嫁给他。我结婚那天，我妈程家南从法国打来了视频，她很淡然，给我看巴黎的鸽子，说鸽子很多，飞得很高，也很自由。她话里有话，但我不想揣摩。我说你可以跟鸽子一样，飞得高高的，自由自在的，我不会在意的。我们互不打扰就行了。她挂了视频。没过多久，她回来了。听说她在国外摔了一跤，把盆骨摔坏了，住了很久的院才挪回国内。这一次，她再也走不动了，鸽子的翅膀断了。由于无人照顾，陈素梅瞒着我，将我妈送去了市里最豪华的养老院。我是半年后才得知的。起因是一个深夜，我妈突然打来电话，用惊恐而压抑的声音哭诉：“卫西，你快救救妈妈，妈妈又被护工打了。”我疑惑蹙眉：“什么护工？我在养老院，明明交了那么多钱，他们还是看不起我，总是欺负我。卫西，妈妈错了，你来看看妈妈好不好？你带上陈燕之，多来点亲戚，不要一个人来。”他无助到了极点。我明白他的意思，他需要我给他壮一下声势。养老院里最容易被欺负的人就是孤家寡人，因为孤家寡人无依无靠，欺负了就欺负了。哪怕是最正规的养老院，也无法排除某些低素质的护工有这种恶劣的心理。我妈运气不好，显然遇到了恶劣的护工，所以她交了很多钱依旧没用。她需要子女去撑腰，去告诉护工别欺负她。我不想去，
我工作很忙，走不开，我会让陈燕之带人去处理这件事的，你安心住着吧。我已经很有心了，只要陈燕之带人去了，那个护工被开除，养老院依旧是个好地方。我去不去无所谓。我妈明白这个道理，但她突然崩溃：你忙你忙，你天天忙，你就不能来看看妈妈吗？这话让我愣了愣神，原来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已经学会了妈妈的口头禅啊。我忙，我太忙了，我忙死了。其实我不忙。我沉默地抓着手机，最终还是摇头，我真的忙。妈妈再度崩溃：你撒谎，你就这么恨妈妈吗？妈妈错了，妈妈以前不该总借口忙来忽视你。卫西，求求你了，原谅妈妈吧，家里的钱都给你，你来拿好不好？妈妈好怕，护工打我，她真的很怕，像极了我初三那年被同学扇巴掌时的模样。她为什么只打你不打别人？是不是你惹事了？我忽然说出了这种话，连我自己都没意识到，大概是失魂了。我的魂飘到了初三那年。那年我让妈妈来学校帮我，妈妈质问我，为什么别人就打你？你能不能别整天惹麻烦？回忆收拢，手中电话那头，妈妈哭得声嘶力竭。她应该也是想起了那件事吧，再也没脸让我回去了。我没有回家，陈燕之回去了。她很伤心，带了10几个朋友去养老院大闹了一场，逼得院长当场解雇了那个护工。自此之后，肯定没有人敢欺负我妈了。她可以在养老院安心养老了，只是她永远也无法奢求我去看她一眼，哪怕是一眼。她的资产，她托陈燕之转交给我了，这一次她很舍得了。她在暗示我，她把一切都给了我，希望我原谅她，但我依旧不去看她，哪怕是一眼。至于资产，我存着，欢迎她随时取回去。余生，我们各自安好吧。第2年，邻居家生了小孩，长得挺可爱的。我突发奇想地问陈燕之，我们家要不要小孩？看你生小孩太苦了，你要是不想要，我们就不要了。陈燕之连手上的工作都没停下，显然尚未考虑过小孩的事。我此时正是事业上升期，精力无限，自然想更进一步。我便说不要，我也学我妈丁克。陈燕之点头说好。结果没多久我就怀孕了。我傻了眼，陈燕之也疑惑地挠头，离谱，这也能怀啊？不会是没带好吧？谁知道呢？我陷入了两难，要不要小孩？当晚做梦，我梦见了以前的事，我的出生，我的满月，我干吃的奶粉，我被猫抓伤的手，我被同学扇的巴掌，一切都仿佛昨日重现，那种刻骨铭心的痛，瞬间让我在午夜惊醒。我喘着气，手指发着抖，很久才平静下来。低头看了看平坦的小腹，我知道有一个小生命正在里面酝酿。不知为何，泪水突兀而至。陈燕之也醒了，见我在哭吓坏了，赶忙问我怎么了。我抱着他，一边哭一边下定了决心，我想生下宝宝，我可以当我自己，我也可以当一个妈妈，我是我自己，我也是妈妈，这并不冲突，真的不冲突。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在思考这个问题，为什么我的妈妈成家难，过丁克生活就会忽视我呢？这冲突吗？不冲突的啊。她可以满世界旅游，可以跳舞，可以参加比赛，可以看演唱会，可以堆雪人，她什么都可以做，只需要经常给我打视频，经常回家看看我，给我一点爱，仅此而已啊。明明她可以为了一只死去的猫取消第2天的比赛，为什么不能为了我付出一点爱呢？
这不冲突的，一点都不冲突的。我生下了女儿，她粉粉嫩嫩的，眼睛特别好看，一笑就会发出咯咯咯的声音。我休了3个月的产假，陈燕之也在家中。我们爱不释手，抱着女儿笑，也看她甜甜的笑。家里请了保姆，2个，都是昂贵而专业的。有了保姆，我过得很轻松，就跟我的妈妈当年那般轻松。后来我申请调到了南方公司上班，年薪降低了一些，但依旧有上百万。我的时间充裕了许多，做了产后康复后，也去健身跳舞。大概是跟妈妈成家男友相同的基因吧，我喜欢健身跳舞，对了，还有旅行。当然，我最喜欢的还是陪我的女儿。这个小不点像一盏灯，划破漆黑的岁月，将光投射在了小时候的我身上。我给她打扮，带她去工作室蹦蹦跳跳，带她去看舞蹈比赛，带她去巴黎看鸽子，去看海，看雪，去看尽世间的一切。她慢慢长大，稚嫩的声音中是浓浓的依恋。她那么依恋我，伸着小手喊我妈妈。妈妈，你会堆雪人吗？妈妈，你快教我跳舞吧，看我脖子扭扭，屁股扭扭。妈妈，我被欺负了，抄家伙，打回去。妈妈，你看，只要给小家伙一点爱，他就会奶声奶气地喊妈妈。我会甜甜地回应他，哎，妈妈在呢。妈妈不会当妈妈成家男的女儿了，但妈妈会当女儿的妈妈。